韩国呀，公布了去年年底济州空难的调查报告了。那究竟是致命的选择，还是系统的宿命呢？我们一块来聊聊啊，济州航空啊2216号班机的空难。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时新语啊。可能不少朋友还记得啊，半年多以前啊，也就是2024年的12月29号事发当天我们曾经一起跟进了啊，就是韩国济州空难的这个在乌安机场不幸坠毁的这个悲剧啊。当时呢，我们是带着沉重和许多疑问啊，初步探讨了那最后几分钟发生的一切。那半年多过去了啊，随着调查的深入啊，一份备受瞩目的官方调查报告终于浮出水面了。但是这份调查报告啊，并非是没有争议啊，反而像一块巨石投入水中啊，一石激起千层浪啊。报告的核心结论是什么呢？就像媒体最初泄露的那样，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驾驶舱飞行员的失误。但几乎在同时啊，韩国飞行员协会也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指责这个调查机构啊，试图让飞行员成为替罪羊。为什么也呢？因为印度航空也刚刚发了，所以遇难者家属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认为调查忽视了其他的致命因素。那么这究竟是一次有据可查的人为操作失误呢，还是一个有无数个隐藏缺陷共同编织的这种系统性悲剧呢？今天啊，我们就层次剥茧啊，重新看看这个事故，探寻啊，在那些简单的对错之外，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份引爆舆论的调查报告，它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非常直接啊，这个调查机构啊，通过对飞行数据的分析，那最后4分钟的数据实际上是缺失的啊，以及对飞机残骸的调查，他们得出个关键结论，就是在飞机遭遇这个鸟击之后啊，飞行员在执行紧急程序的时候呢，错误的关闭了功能尚存的左侧发动机，而不是严重受损的右侧发动机。这个结论啊，听起来是极具杀伤力的，因为它构建了一条看似清晰的这么一个因果链。正是这个错误操作导致飞机在最需要动力的时候啊，失去了所有的主动力，从而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灾难性后果，比如说液压系统的动力不足啊，起落架无法放下呀，襟翼无法展开呀，飞机啊只能以一个极高的速度，完全干净的这种构型的进行机腹的迫降，最终呢，它冲出了跑道，酿成了悲剧。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逻辑闭环这么一个指控。那在另一方啊，飞行员协会和家属们，他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画面。飞行员协会的观点是什么呢？你们凭什么这么肯定啊？第一，初步检查发现2个发动机都有鸟类的残骸，凭什么说左发就是完好的呢？第二，在那种极端混乱、多个警报齐鸣的情况下，飞行员面临这种抉择的压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第三啊，也就是最关键的，你们是不是在用一个简单的飞行员失误来掩盖其他更深层次的问题呢？比如说飞机本身的缺陷问题，或者机场的这些安全缺憾，是吧？而遇难者家属的愤怒就更加具体了，他们把焦点对准了跑道尽头那堵混凝土护地。他们认为如果没有那个坚固的像碉堡一样的就这个障碍物，即便飞机迫降冲出跑道，也不至于造成这么大规模的解体和伤亡。所以你看一场风暴呢就这样就形成了。一方呢是手握证据的官方机构，一方呢是高举合理怀疑这种大旗的飞行员和家属。所以要理解这场风暴我们必须按下暂停键，回到就是那个令人心碎的星辰重返那生死攸关的最后几分钟。所以我们就把时钟拨回到2024年的12月29号，韩国标准时间上午8点54分，济州航空的2216号班机一架波音737-800，在结束了漫长的红眼飞行，正准备降落在乌安国际机场的01号跑道的时候机舱里边是一切正常的，高度下降，对准跑道，这是一个看似完美的结局。8点57分塔台发来了一句在乌安机场很常见的警告，注意秒击的可能性。不到2分钟之后8点58分56秒，驾驶舱向塔台就发出了 Mayday Mayday 这样的求救信号，并且告知他们决定复飞。就在这短短的1-2分钟内某些事情就发生了。那根据后续的调查和视频分析
很可能在飞行员看到鸟群决定拉起复飞的过程中，飞机不幸和鸟群就相撞了。视频啊也捕捉到了右侧发动机喷出火光的瞬间，典型的这种压气机的失控啊失速。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岔路口，一个本应该正常的降落呢，就瞬间变成了一个和死神进行赛跑的紧急迫降。更致命的是啊，就是在飞行员呼叫前6秒，飞机的2个黑匣子，它的驾驶舱音记录器和飞行员数据记录器呢，同时停止了工作。驾驶舱内啊，飞行员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失效的飞机，他们迅速的在请求在反向的19号跑道进行紧急的着陆，并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机动啊，一个被航空爱好者称为泪滴转弯的快速陡峭的机动，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所谓胳膊肘转弯，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到跑道。那上午9点03分啊，飞机终于再次对准了跑道啊，这个时候啊，他们已经没有了起落架，没有了襟翼，就像一块被高速投掷的这个铁饼啊，重重的就拍到了跑道上。在巨大的动能下呢，它滑行了1200米，冲出了跑道尽头，一头就撞上了那个冰冷的支撑着仪表着陆系统的混凝土护地。所以一瞬间啊，机身解体，烈焰冲天，179个鲜活的生命呢，就此定格了。当我们平复这个心情啊，梳理完整这个过程之后啊，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争议了。我们可以把这些争议总结为直接灵魂的4个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当时为什么要复飞呢？这就是网络上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也是很多专业人士认为这是第一个奶酪的空洞。有观点就认为这是致命的错误。在低空低能量已经准备好着陆的这个黄金状态下，任何意外都应该以继续着陆为最优选择。你强行拉复飞会增加发动机的推力，也增加了撞鸟的风险和后续处置的这种复杂性。还有一方认为呢，这是标准程序你现代的飞行训练就反复强调，任何时候对接近状态有疑虑的时候，复飞都是最安全的、最正确的标准答案。飞行员可能只是在严格执行他们千万次教导的这种原则。所以你看这背后呢，就是飞行经验的和决断力和标准化流程之间这么一个碰撞那第二个为什么呢？是发动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核心中的核心。关错发动机的说法，它这个听起来也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低级失误就跟我们说这个印航 AI171航班一样。航空业是有严格的 no fast hands in the cockpit 就是驾驶舱你别手快这么个原则。关闭发动机需要多重确认，你为什么会犯这种错呢？但是马上就有人给你抬杠有人就说2个发动机都发现了鸟类残骸，情况可能是双发受损，一个喷火，另外一个可能悄无声息的熄火了。飞行员面对的呢，根本可能就不是一好一坏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明着坏，一个是暗着坏的那个决定。所以再加上那个最诡异的情节，黑匣子为什么会断电？这个几乎是无可辩驳的，就指向了飞机本身的设计缺陷。在最需要它的时候，手机没电了，是吧？它没声音了，所以这个漏洞呢，它难道不比飞行员一个可能的操作失误更值得追究吗？我们露营的时候，在外边玩耍的时候，遭遇了绝境，手机没电了，充电宝也没电了，你这不要命吗？所以第三个为什么，我们就是否忽视了飞行员作为人的因素，那就更有意思了，是吧？一个飞了46年的 A380 机长在评论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段沉重的话，他说这起事故就让他想起了行业内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机组疲劳。这一趟从曼谷飞过来的红眼航班飞行员在生理时钟最紊乱的时候，迎来了最严峻的考验，疲劳就跟酒精一样它会严重的削弱我们的判断力。还有评论就指出航空界呢也长期存在一种前军方飞行员为核心的这种等级文化，这个全世界都有，可能会影响驾驶舱内的这种沟通和决策。那么这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
会思考最终的错误动作究竟是一个孤立的失误呢，还是一个由疲劳、文化、压力共同催生的必然结果？那还有第4个为什么，就是那座护堤，它到底有多大的罪？即便飞行员犯了所有的错误，如果跑道尽头是一块开阔地，结果会一样吗？就是这个啊，我们来看到的。许多专家和家属都认为啊，那个护堤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违反了国际民航组织关于跑道安全区易碎结构的建议，将一次本可能生还率更高的这个迫降啊，变成了毁灭。那也有飞行员反驳呀，飞机当时速度太快了，即便没有那个护堤，也会撞上别的东西。机场啊，它不能无限的长，对吧 ？limited 啊，所以这个争论的核心就是我们是应该追求一次完美的迫降，还是应该设计一个能够容纳不完美迫降的、更具韧性的这个安全降落系统呢？所以，当我们把这些碎片复飞的这个抉择、发动机的谜团、黑匣子的沉默，还有飞行员的这个疲劳驾驶舱的这些文化、机场的设计，都拼凑成一个完整的这个画面的时候一个远比飞行员失误这5个字更宏大也更悲凉的画卷就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就是航空安全领域最经典的瑞士奶酪模型。每片奶酪代表了一道安全防线，上面的空洞就是缺陷。当所有的空洞不幸在第一时刻对齐的时候，灾难便会穿透所有的防线。所以这起事故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空洞机场的选址和鸟类的天然冲突，飞机本身的设计缺陷，航空公司可能存在的这个人员疲劳的管理问题，以及最后飞行员在极端压力下的这个人性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回到了最初的问题，这到底是谁的责任？也许答案每一个环节都有责任。空难调查的真正意义从来都不是给悲痛的公众寻找一个可以宣泄愤怒的这个罪人，而是要像一名最严谨的医生那样解剖整个系统，找到所有的病灶和缺陷，然后用最严格的标准、更科学的设计、更人性化的管理呢，把那些空洞一个一个的补上。所以真相可能不在于追求某一个人的对错，而在于理解所有导致悲剧的成因，并确保这些所有的连锁反应永不重演。好的，欢迎您观看本期的济州空难的一个调查报告的分析，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的频道是一个关注科普和灾难的小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看到现在了，就顺手点个赞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